我们要去利雅得了，去利雅得之前要跟婆婆去做个告别。告别的场景我就没有拍，因为实在下不了手。你们就发挥一下自己想象的空间吧。大龙反正是挺正经的，其他人都是稀里哗啦的。真的，我发现大龙家里和我家里人都是一样的，就眼泪特别不值钱，就是很会哭，但是又体现了另外一点，就是内心还是挺柔软的。我妈妈和大龙妈妈都是那种做事情风风火火，非常泼辣的，但是呢内心又很 soft， 就非常柔软。你说我们心大不大？我们到了机场才发现肉肉的推车还有肉肉的那个玩具箱都没拿，然后又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司机送过来，我们就在机场里面等着。还好时间上是充足的。哎呀，我学乖了，机场里面我现在不怎么敢拍，就拍拍自己吧。我们到利雅得呢，有些工作上的事情需要处理一下，还有去见见姨妈，还有一些朋友，时间还是非常紧的。我发现很多人对我们两个人的工作挺感兴趣的。我之前没发是因为我不想占用大家的资源，我以为你们只是想了解一下这边的一些风土人情嘛。那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会单独做一期视频，跟你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们下了飞机第一件事情就是取车，这个车是我们在网上直接租的，租金一天的话是1300块钱左右。然后按每天算，它是给你加满油的，你还回去的时候也加满油。然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过来检查，跟你核对车子的具体信息，应该跟国内租车差不多吧？我们在国内没租过车，不知道。那么中国人来了以后呢，他的驾照可以租车吗？好像是中国驾照不能租车，但是你可以在来之前在淘宝上去把你的驾照换一个国际驾照就可以了。我在这边跟大家澄清一下啊，很多人都说中东这边的人有一股很大的味道，真的不是的。就是说这种话的人，你要先把国籍和国家先要弄清楚再说。也许他在中东生活，但不代表他是中东的人种。因为中东大部分都为穆斯林，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信仰要求就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味道的。退一万步说，就算是你可能有那种生理上的，就是俗称为狐臭的，别人也会去做手术的呀。那这个事情就是不分国籍的，以前中国也很多，现在都没有了，做手术了呀。我们到了酒店，给你们看一下酒店。我们租酒店尽量，如果在外面时间久的话，我们会租有厨房的，因为肉肉他就是一天3顿饭，我就是定时定点会给他做着吃。大龙的饮食和作息时间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只能这样协调。今天给你们介绍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吧，很多中国人也许见过，但是不理解。你比方说这一个马桶旁边有个小水池，然后还挂了一个小喷头，小喷头就是用来冲屁屁的。这个很好理解，对吧？就是不管你是大的小的，完了以后用这个水，用流水冲会比较干净，比纸巾好呀，减少细菌滋生。女孩子和有痔疮的人真的可以考虑一下，真的很好用。我在认识大龙之前，我们家里就是这种装备了，用过以后就完全没有办法改了。斋月的时候，我跟大龙白天都不吃的，就只是单独给肉肉搞点东西，下面呀，搞点鸡蛋。肉肉吃完早饭以后呢，我们就去了那个使馆指定的机构去做双阴检测。在沙特阿拉伯，你切记一点，不要让菲律宾以外的护士给你扎针，不管是抽血还是打点滴，请你指定菲律宾护士。不要问我为什么，除非你想扎好几针。肉肉在扎第2针的时候，是我指定的菲律宾护士。你看看给我抽血在哪里抽？我在大半年的时间里面做了9次的血测，还有1次打点滴，有一部分是菲律宾人，真的没话说。阿拉伯护士呢，不是给你扎2针以上的，就是让你痛死。当然能不扎就不扎啊！散会。我估计这一期的视频应该是我录沙特以来最接地气的一次吧。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往后面看，我毫不夸张的说，每一次我们到利雅得的行程都是巨满，倒并不是说你有多忙，而是真的我们想把时间缩得最短，不想在那边待了很久。我们一共有2个月要付，第一个就是去大龙朋友家里。大龙认识这个朋友的时候，应该是他第1次去中国上海留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把车开到这个门口，他说就是这一家。虽然他也没来过，但是他告诉我，如果沙特有人把门开着，意思就是家里要来客人，非常欢迎的意思。再一次反映了在沙特其实治安是非常好的，特别安全。
大龙这个朋友他去上海也是留学，但是当时他已经结婚了，有4个孩子，第5个孩子还是在上海生的。他们当时去中国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沙特政府出资让他们去中国给他们的3个女儿看病，他们的3个女儿都有一种罕见血液病，是一种基因病。他们是近亲结婚，而且在婚前没有做基因检测。他们结婚的时候基因检测应该不是很普及，他们结婚有点早，他大女儿已经23岁了。在中国治疗的好几年都是靠政府资助，然后他们3个女儿同时都要换血，然后政府又帮他们到了美国，在密西根全世界排名第2的医院里面治疗了也有2年，而且他们每一次都是一家人全部出动。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有多少个孩子？7个，现在带路的应该是老5，就是那个在中国出生的孩子。因为我们稍微提前了一点点到他们家的时候还没有到解封的时间。女主人非常风趣，很喜欢讲话，而且她是可以讲一点点英文，然后中文也是一点点，因为他们在中国留过学嘛。他们的孩子的英文非常好，在他们家跟他们聊天啊，是我1年多以来在沙特第一次可以跟人家沟通无障碍。因为他们最大的2个女儿中文还可以吧，但是他们的英文非常好，在美国也读了2年书，所以英文还是沟通起来非常流畅的，我完全不用再去迁就他们的语法和词汇。大家都在为饭前做准备，我也跟他说我也能帮忙，他就毫不推辞的给我了2个素菜沙拉吧。这个是藜麦和一些那个小西芹一起拌的东西，还有一些盐、柠檬。我真的很欣赏就是沙特人那种不讲客气的精神，你懂吗？我去帮忙的话也显得我自己不是那么见外，没那么不自在。就是要吃饭嘛，每个人要吃饭就要付出一点自己的劳动，我觉得挺公平的。看到这里我估计很多人也看得出来，其实这个家庭他们的生活跟我以往拍的有些不一样，对吧？这个就是非常普遍化和接地气的那种生活了。因为之前接触到的都是大龙他们家的亲戚，很少有机会说是去朋友家里做客，因为这个朋友跟大龙的感情还是挺好的，很想邀请我们夫妇去做客，所以我们也没有推辞。再加上家里7个孩子，其中有4个是男孩，而且4个男孩都是小的。女主人告诉我，她真的家里是买什么坏什么，坏什么就不买什么，到最后家里就啥都没有了。他们家的孩子都挺有礼貌的，而且肉肉都是见面熟，跟人家聊2句马上就可以跟人家去玩。去别人家里做客，只要是肉肉见到小朋友，我就完全不用管他了，但是饭也是不会好好吃的，只会抱着饮料喝。这个儿子应该是他们最大的儿子，应该是老4，旁边老5老7。其实看得出来他们家里的条件一般，但是女主人还是为我们准备了1只羊，而且自己亲自做的。在沙特最高规格的迎接和尊重客人就是去准备羊肉饭，但是每个家庭做出来的味道还是有点区别的。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行程，所以大龙跟我发信息说跟女主人说我要离开，他们就赶紧就是马上让他女儿去烧了个香，然后让我必须熏了以后再走。这是一个沙特阿拉伯家庭最重要的一个礼仪环节，就是每一个客人走之前就一定要跟他熏一下，因为就是表达说很欢迎你来他们家里，希望你们下次再来。这家的女主人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她虽然每天都在一地鸡毛里面，每天给10个人要做3顿饭，但是她还是很乐观。同时她还有工作是一个语文老师，她告诉我她非常想念中国。是不是这样子的家庭跟你们想象中的沙特出入还是挺大的？这就是全世界都会存在的现实生活。在沙特真的不全是金碧辉煌。我们带着睡着的肉肉赶去签合同，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12点多钟了。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散会。沙特阿拉伯女人的护发秘密。很多人都在跟我打听沙特阿拉伯女人护发的秘密。你们印象中的沙特阿拉伯女人的头发是不是都很好？现实中也是不错。我在沙特这边见了很多年长的长辈，70多、80多、90多的都有，但是我没有见过谁有白头发。这个视频我来揭秘一下，看看他们到底平时怎么去护理头发的。我来亲自体验一把，花了4个多小时。视频最后看成果啊！现在你们看到这包东西是不是看上去有点像抹茶？上面的标价是差不多人民币40块钱不到。他们去护理头发的主要原料是这个东西，还有一瓶小小的油，我不知道这个油是一种什么植物提炼出来的啊。阿拉伯女人她们护发的秘密就在这里，她们统称为 Henna。这次呢，我是自己用头发做的试验，我婆婆就给我烧了一壶红茶，她说这个红茶跟 Henna 兑在一起的颜色会是我喜欢的那种，应该是带一点棕，带一点点红的那种。这个绿色粉末它是一种植物，然后把它研磨成粉，不光看起来像，闻起来的味道跟抹茶一模一样。然后烧过的红茶把它直接兑进去，
兑红茶的时候呢，你要边兑边调，要把它调到自己需要的那个粘稠度。这边女性她们如果是为了盖白头发，她们可能就是10天之内就要再做一次。如果只是护发而已的话，就是差不多半个月、1个月也可以做一次。这里的小朋友他们差不多2、3岁就开始用这个护理头发，但是用 henna 护理头发的时候，你还有很多程序，它其中有一个工序非常重要。henna 抹完了以后，还需要一种油去稳定你头发上的颜色。这个 henna 的颜色呢，其实可以勾兑出很多种，但是加入里面的东西都是天然的，都没有化学成分在里面的，所以比较健康。一定要把它自然放凉了以后才能用啊。用 henna 去做头发护理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头发比较健康，韧性比较强，而且光泽度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调出你自己想要的颜色，它可以调出黑色，还有就是淡棕色、深棕色、棕红色。我婆婆她就是长期用黑色的。我的头发起码有1米多长，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人帮我弄发根，以及每个区域都要把它抹到。抹完了以后，专门会有一个护发油，你要抹在头上，也是天然的。用了 henna 以后呢，五颜六色的那种颜色就没办法染了啊。他们上次给我染绿色就没有染上去。好吧，大家一起来看看成果吧。因为我的头发很长，前后我算了一下，差不多4个小时才做完啊，颜色非常自然。这就是他们的护发秘密，你喜欢吗？评论区告诉我。散会。我相信我发布的这个视频一定会让你对沙特阿拉伯的印象再一次颠覆。大家跟着我的镜头走吧，这个视频会让你们对沙特阿拉伯年轻人和沙特阿拉伯老年人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现在的这个位置也是位于埃帕的一个公园，很多人对埃帕不是特别了解，它是位于沙特的南部，它跟利雅得和吉达比较起来呢，它更像一个度假的地方。如果把沙特的利雅得比作北京，把吉达比作上海，那么埃帕就有点像云南，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包括它的气候差异化非常大的。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其实它也不算公园吧，公园是我给它的，其实它也就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比较宽，比较大，不少小商贩就在那边做生意。当地的年轻人是特别喜欢去的，有时候还会有一些游客会去那边。但是它开始活跃的时间是在晚上10点钟以后。白天你是不可能在沙特看到一个这样的地方有这么多人出来走动，人头窜动的感觉。在那边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年轻人会去租车，自行车啊，什么样的自行车都有的。租一次差不多按小时算，1小时人民币差不多100-200块钱吧，不算便宜。我真是没有想到在沙特需要花这么多钱去租一个自行车。如果他们知道在中国几块钱就能骑到吐，你说他们有什么感想？沙特有一个这种现象，就是他们在家里都宅不住。虽然没什么事情可忙，但是他们一定会出门，再加上现在又是暑假期，所以晚上的时候特别热闹。看完了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以后呢，我用镜头带大家去看一下埃帕的一个集市，那边聚集了很多的老人，那里有很多你们感兴趣的东西，沉香、藏红花、香料。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植物，他们是沙特阿拉伯人用来洗牙的，牙齿用这个会洗得很白。这个就是卖小吃零食，他们都是手工做的。这种集市呢，它其实是以前在每个礼拜2的时候才会有，就有点像中国的赶集，就是自己在家里做了一些手工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交换或者是做生意。这个就是蜂蜜，他们这个蜂蜜特别纯，很天然，而且他们是属于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所以蜂蜜的味道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他们那边的蜂蜜几乎都是这样空口吃。这个地方呢是沙特阿拉伯政府专门给当地老人创造的一个环境，让他们在家里不会很无聊，能够自己亲手做一些东西出来做生意，赚一点生活费。每个商铺的收入都不一样，你看这种有店铺的人，他们估计收入相对高一点，然后呢老人如果很累了就会请一个印度人或者是巴基斯坦人给他们去看一下，每个月的收入2-3千、4-5千不等，就是稍微多一点收入吧。像这种服装是他们当地的特色民族服装，有一部分还是手工刺绣的，比较传统的，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都很喜欢穿这种衣服。这种集市啊，甚至有的可能就1-2天都开不了张的都有可能，因为你看他们这边的人太少了，整个国家才3000多万，而且其中有40%到50%都是外国人。而且来这里买东西的几乎都是年长一点的人，年轻人几乎不怎么来这里。这个店里面卖的都是一些自制的香水呀、香精呀，还有一些香薰的东西。这个大锅啊，这种大锅，
都是他们做羊肉焖饭的。再往里面走，你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当地非常传统的特色产品啊，而且大部分都是手工的。有些东西你们看上去会觉得似曾相似，就是差不多。中国也有很多手工的东西，类似这种。在沙特阿拉伯肯定少不了香料嘛，像这种香料的话特别多，而且香料就是你让我自己去认，我真的是认不出1-2个。再就是这种草编的工艺品，我是很喜欢的。我觉得家里无论是装修成什么样子，放这些东西都不违和，很有一种就是文化的冲击感。如果你的人在现场的话，你会有一种非常宁静的感觉，哪怕你在这个地方你看不到什么客人，但是每一个商铺他们都是灯火通明打开的。这里有一家卖民族特色配饰的几乎都是手工，用的很多都是当地的一些天然原材料，当地的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价格也很公道。这个你们看到的香薰炉在点的东西不是沉香啊，它是一种草药，味道比较重。如果有人感冒风寒，有人生病，拿这个在家里熏。在这里你会发现，其实做生意的人会比游客更多，但并不影响他们出来兼职摆摊儿。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会有那么一些人，对生活有着极好的态度，认认真真的过好每一天，向生活致敬。散会。我有个评论区吵翻天的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缺的真不是那点钱那点东西，挑的是那份心意那个态度。买不起和舍不得是两码事，自己买是优越感，你送是幸福感。因为这一段背景，所以就是有很多男性吧，他们就会直接怼自己的老婆说，每天看这种视频你不觉得累和抑郁吗？其实我想说的是，仪式感其实跟你买的礼品的贵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是说你有没有去把这个特殊的日子记在心里，去跟你的老婆一起只有你们2个人才去庆祝的仪式。力而为嘛，用你的行动去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多好呀！没有行动的爱情真的是苍白无力。反正我是不相信嘴巴说的，我只相信行动。散会散会。前段时间大龙朋友的爸爸娶了第2个老婆。哎，大龙，就是在沙特那边，如果再娶老婆的话，是一定要大老婆同意的吗？对，但是不一定。我认识一个年纪也不少，大概60岁差不多，突然就是自己出去了。没跟他老婆说？没有，但是现在就已经后悔了。
为什么？他觉得很麻烦。然后我问了他儿子，我说你爸爸结婚了之后怎么样？他说不怎么样，他觉得很烦，所以他现在就是找一个机会，就是很想他老婆做坏事情，就是跟他离婚，就抓他老婆的把柄嘛。他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要再去结婚？年纪大了，他觉得结婚就是更年轻一点。他自己的孩子有孩子吗？对，他有大孩子，应该有孩子，又有一个儿子，大概12岁。就他的孙子12岁了，他又跑去结了个婚。反正我觉得他现在后悔。那他都已经结婚了，为什么后悔了呢？他本来那个状态也不怎么好，就是他没有那么多钱，他觉得养了两家，他开销太大了。本来一个老婆他养不起，现在还得养了第二个。就越穷还要越娶，是吗？那我觉得他现在娶了第二个老婆，就是情况真的更不好。那在沙特是不是有钱人他们就会娶很多的老婆？那不一定，我认识很多很有钱，就一个老婆，没有考虑就娶了第二个老婆。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一个老婆就过了，为什么还娶了第二个或者第三个？那你们不是娶4个可以合法吗？是可以，但是为什么要娶4个？我觉得一个已经差不多了，为什么要娶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我刚刚也说跟你说了，没必要。那以后我老了以后，你还会再娶一个吗？我不用，我就爱你一个人。我老了以后，老了也不用再娶第二个。我说了，我就爱你一辈子一个人。好多人在问我，是不是在沙特阿拉伯女孩子的地位很低，甚至还有重男轻女的现象。我觉得无论我怎么说，也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能够认同。我希望我今天的视频是让那些真诚带着疑问的人能够找到答案。我的视频并不适合带着恶意人身攻击的人，所以请你们划走。今天是肉肉拍外景的日子，视频的最后看成品，提前了1-2个星期就把自己的工作全部安排了一遍。我们2个人就把今天的日子全部空出来陪他。像这样的拍摄邀约，其实平时找我们的还挺多的，但是基本上我都是推掉的。我接受邀请的标准只有一个，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肉肉接触的感受的是不是全新的体验，他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能够学到什么。这一次我们去的是一个奶牛场和一个马场，基本上像这种又远又累又臭又热的拍摄条件，按照理论来说的话，很多妈妈是不会考虑的，会考虑室内的或者是比较近的。但是当天我们3个人就是早上6点钟开始起床，一直搞到晚上差不多7点钟才回家，拍摄时间很长，而且这个天气特别热，也很晒。像这种拍摄任务一般都是妈妈陪着孩子陪着比较多，但是我们家大人每一次都会陪。便是品牌方他们也会提供出行的接送安排，但是大龙基本上都是会亲自开车。你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呀？每一次都好救命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宝贝。在奶牛场拍摄结束以后呢，还是比较顺利的。中途我们要转场，差不多要开2个小时去马场。就大龙还是挺辛苦的，就是全天要陪伴，而且就是要负责开车。当然啊，仅凭这一个点不足以去论证说沙特阿拉伯人他们不重男轻女，他们是真的重男不轻女。大家一定要跳脱出来啊，就是中国很早以前的重男轻女是什么样子的，跟他们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在沙特阿拉伯，所有的男孩子、男生、男人都有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女孩子同样也是的。他们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或者是家庭人文上，对女孩子照顾其实都是挺多的。大龙其实是标准的女儿奴，趁着中间换服装的间隙，他会跑到车里去给他女儿拿她喜欢吃的果泥。这个屁股弄的果泥是一个英国很火的牌子，配料表非常干净，我们家肉肉特别喜欢吃，它每一袋里面都有3到5种水果在里面。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啊，当然有很多人会提出，哎呀，那他们以前女孩子是不被允许驾驶，一个人不可以单独外出，女孩子以前不被允许驾驶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以往那些说中东女性没有地位、不受尊重的人，会把这件事情拿出来作为他们的论证的依据，但是所有人都不会去把他们不被允许驾驶这件事情的真正的缘由去把它说清楚。首先，
中东包含的国家有很多，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沙特是全世界最后一个允许女性开车的国家。在几十年前，由于他们的宗教文化信仰决定了有很多女性开车不便的因素，所以女孩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被允许开车。他们特有的文化是，女性不会跟陌生男性去主动讲话，或者是有任何的接触，除非是自己的直系亲属或者是自己的丈夫。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开车出去会遇到需要加油、车子抛锚、需要人帮忙，甚至违规，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男性。所以呢，沙特就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规定，家里的所有男性成员只要成年会驾驶的，必须承担起负责女性成员出行的这样子的责任和义务，不允许拒绝，或者是为女性成员专门请一个司机负责他们的出行。女性成员不被允许单独外出这个事情是绝对不存在的，以前就没有。正是有了这个规定，男性成员你哪怕是有天大的事情，你都要解决自己的老婆或者是自己的妈妈、妹妹、姐姐出行的所有要求。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吧，即便是我跟大人吵架，吵得两个人冷战不讲话，但是如果我有出行的要求，他是必须要送我的，否则我是可以告他。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在沙特阿拉伯家里的男性成员，他比较重要的存在意义之一，其实就是接送。所以我以前还说过，就是一般大龙送我去哪里聚会的时候，他来接我，我出去找老公都是密密麻麻全是老公，要么就是儿子，要么就是兄弟。所以宣布女人被允许开车的那一天，在欢呼的不仅是女人，还有很多很多的男人，自己再也不用成为一个工具人了。不被允许开车真的是实在是无奈之举，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国家的女人是不被受尊重的。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去解释这件事情呢？第一，我不是因为我自己要洗白什么东西，是因为你在我的评论区看着我的视频做了一些我觉得不正确的评论，我只是想去纠正一下。我也不是跟谁杠，也不是跟谁怼，因为我觉得你的理解是错误的，那我知道正确的理解，那我是不是可以跟你去互相分享一下呢？心里干净的人啊，看问题都是积极阳光正面的，心里阴暗扭曲的人，就算是他见到了天使，他也说是魔鬼。好了，散会。大龙，哥哥的那个大女儿已经婚礼办好了吧？已经办好了，然后准备要这个月还是下个月在她老公那边再办婚礼。然后昨天已经把那个嫁妆都已经搬走了。嫁妆？你们这边女孩子也有嫁妆的？有。嫁妆是什么东西呢？衣服、化妆品，还有家里用的东西，餐具都是有，已经买好了。那有嫁妆的话，有没有聘礼啊？就是男方给钱，女方家里？没有。这个没有，就要给他老婆，只用给老婆就可以了。对，给老婆，然后送了一个红包给他妈妈而已。一般给他老婆给多少呢？8万人民币到10万左右，每个家庭不一样。但是有一些女孩子就是太夸张，会收到100万到200万上的钱，大概是200万到400万人民币。那就是家里条件特别好。不是条件，万一这个女孩子是明星或者网红，那就是。就是他自身身价比较高，然后就会多要一点，是吗？那除了嫁妆还有聘礼这一块的话，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有费用的？那后面男孩子是什么都要管，生活费用，还有办婚礼的费用，还有万一离婚，那就是还要有孩子，那要一辈子一直在花钱给孩子。就是离婚了以后，就是要给孩子的抚养费，一辈子给。一辈子给。女的再结婚也要给啊？对啊。但是这个是他的孩子，那非要养他们。养到多大呢？18岁，然后他们决定要跟爸爸还是跟妈妈，但是大部分都是要跟妈妈一起。而且也不一定，有时小孩子要跟爸爸，因为可能妈妈要结婚，愿意她老公新的老公不愿意带孩子一起。明白。那个 Swag 她跟那个她老公的关系有没有亲戚关系在里面啊？血缘关系？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亲戚的关系。他是他爸爸，她老公爸爸是我阿姨，不是阿姨，应该是姑姑儿子的儿子。你再说一遍。我姑姑儿子的儿子，你能理解吗？那是亲戚好吗？那我不知道。